一个特别穷的国家里，人民有没有可能幸福感很高？听上去挺离谱，探索这个事情的过程也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从西藏吉隆开车到尼泊尔加德满都150公里路，花了整整11个小时之后，我对尼泊尔人能够永远松弛的心态太佩服了。为什么他们就能看上去又纯又开心呢？第一站就来点猛的，从尼泊尔人的人生终点开始说起。我觉得这里是全世界最特别、最震撼的一个公园。在这里，人们消遣娱乐的方式居然是看烧狮。这条河就叫巴格马蒂河，最终会流向恒河。从远处过来就能够闻到很明显的这种水发臭的味道。地标性的尼泊尔烧尸庙就在这条河的上游。尼泊尔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视恒河为圣河，认为人死后骨灰流入恒河，灵魂才能被引渡到彼岸世界，踏上新的轮回。说实话，体感其实很不好，这种木柴燃烧、油脂的焦糊味，还有那种灰烬、灰尘，很呛，很难受。说实话，会让你的身体就感觉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信仰中的神圣与现实中的污浊重合，强烈的撕裂让我眼前的画面有种奇幻又不真实的感觉。很快我又迅速察觉到，这里有种奇特的氛围，与我过去所认识到的死亡很不一样。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景区，完全不是夸张啊！这个地方就是收费点，外国人来这儿呢是要收大概50人民币的一个门票费用。这个需要付费参观的地方，全天24小时不停地焚烧，处理着逝者在人间最后的遗留物。去世的人一般呢会先在我身后这个位置，就是更靠近这个上游的地方，先做一个告别仪式，然后呢会抬到稍微下游的地方的一个靠近河边的一个烧尸台进行焚烧大概3个小时左右。结束之后，不管有没有完全烧化，或者是完全烧成灰烬，都会推入河里。短短一世，爱恨情仇，如水中花，镜中月，都将成为他人眼中的一场电影，平静地放映至剧中。我发现这样一个场合，很多尼泊尔人也会来，好像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如果说它对于外国游客是一个感受印度教文化的窗口，那对于尼泊尔人来说，这里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公园，不光是有父母带着小孩来的，男朋友带着女朋友来的，我今天看到就是有一对结婚的新婚夫妇也来这里拍照。关键是这种消遣娱乐方式在尼泊尔也是完全合乎道德礼仪规范的。在这里你能大声谈笑，大声喧哗，甚至还能看到小孩子嬉戏打闹，也不会有人觉得你有所冒犯什么的。氛围呢，它不会特别的沉重，感觉是特别的平和，跟我们的这种对待生死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的场合里，但凡微笑一下都是极度不礼貌的事情。而在尼泊尔烧尸庙，可以谈笑风生，嬉戏打闹，甚至可以坟头蹦迪。在我们的文化中，死亡是一件悲伤的事儿，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时，它需要被委婉的修饰，不可以太直白，不然就会冒犯、不敬、忌讳。从根本上说，因为我们害怕死亡，而信仰不同，使得尼泊尔人对待死亡举重若轻。死亡对于逝者本人却并不是坏事，不过是新的开始。所以闲来无事去烧尸庙坐坐，年轻人去烧尸庙聚会，都不是什么奇葩的事儿，仿佛真的就是看了一场电影。我想正是这一底色，让尼泊尔人敢去做很多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也让贫穷中的幸福有了可能。这是我酒店外面的一条街啊，今天一出门我傻了眼了，怎么今天一家店都没开业？这条街其实是一条药店街，每一天其实生意都挺好的。我以为今天过节呢，其实一想其实不是，今天是周末啊。尼泊尔人的松弛我觉得也是刻入骨子里的，像这种自己开店做点小生意，这种也是必须得休周末的。不只是周末，据说尼泊尔全年有几百个节日，他们好像不担心浪费时间，敢于放假，热爱过节。出去的时候清清爽爽，回来的时候鼻青脸肿，哎呀，好像去黑煤窑打工似的。这次正好赶上了印度教里非常重要的节日。欢迎来到尼泊尔撒红节。这一天里，所有的人都不需要上班，只需要快乐。原本撒红节是印度教中庆祝正义战胜邪恶的节日，如今逐渐演化为不分国籍、不分种姓、不分职业，甚至不分物种的一场狂欢。脸上的颜色越多，就越开心。
尼泊尔人很擅长不花很多钱就换取到快乐与满足，比如和家人一起去山顶的猴庙看一场免费的日落，比如在博卡拉的费瓦湖边漫步，花几块钱去一次游乐场滑一场旱冰。这不就是没有被快节奏生活追赶的松弛，不被收入高低捆绑的幸福吗？尼泊尔在全球193个国家的人均 GDP 排行榜中位列第170名。当我尝试着用人民币感受一下尼泊尔物价时，又会有怎样的发现？今天我来了一个尼泊尔的传统餐厅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吃那种很漂亮饭的地方，就是尼泊尔非常传统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份咖喱鸡，这个是馕，尼泊尔人也叫馕。其实这样一顿呢，然后再加上一杯玛莎拉奶茶，这就是标志性的一顿尼泊尔饭，只需要10多块钱，挺典型的南亚饭。咱们入乡随俗，就我拿手抓啊，这炒面是7块多钱。也就是说，今天这一份呢，够我们2个人成年人能吃饱的情况下，才花费人民币20多块钱。这其实就是尼泊尔人日常下馆子的一个水平。其实吃的省一点呢，可以2个人你多点几份这个馕，2个人只点1份咖喱。咖喱这道菜啊，它很耐吃，只需要10多块钱。在首都，一名普通服务员工资约500元，属于城市里大多数人的正常水平。一名边防警察工资约1500元，属于工薪阶层中的高收入了。而生活在乡村里的人，收入则比以上更低，收入不高，物价也不高，一切维持在和缓的平衡中，悠闲缓慢，就是尼泊尔人生活的常态。尼泊尔街头的这些电线还是蛮震撼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心乱如麻。在这种小巷子里头，你得要适应这种人、摩托，然后自行车、汽车还有狗这种非常复杂的交通状况，能把你的任何的暴脾气全部都磨得平平的。尼泊尔人性子慢，慢慢来，他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尼泊尔是一个非常不工业化、不现代化的国家，各行各业、机械、机器都不普及，很多事情都依赖人工手工去做，比如红绿灯很少，指挥交通，交警都得冒烟了。这个路口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红绿灯，但是他没有工作啊，现在是靠这个交警手动指挥交通，这个交通钢体非常的古早。他们生活中使用的这种机械化的东西非常少。他们这儿卖香蕉，你要么呢就论串买，整个买走，要么呢你就按个买，没有称。刚刚我们在这个办这个许可证这里，他们每天要收大量的现金。现在下午的时候，有银行的人过来，想把现金给提走。那银行的人直接是派了2个工作人员来手动点钞啊，一人手里拿这么厚一沓钞票，真的是手动点钞，连验钞机都没有。这些机器啊，在尼泊尔特别不普遍，就感觉尼泊尔各行各业的人他都是赚一个手工钱。在我们卷 KPI 996的今时今日，尼泊尔将慢慢来进行得很彻底。位于喜马拉雅南麓，地形以山地、谷地为主，整个国家60%的人口从事农业。换句话说，每个尼泊尔打工人背后都有一条回农村的退路。虽然在城市里挣钱不多，但高低也不会被饿死，所以慢慢来也不怕。穷开心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令人羡慕的松弛平和，另一面是尼泊尔阶级固化、机会少，不得不躺平的尴尬。但尼泊尔之行也让我在幸福这堂课上小有心得。人生就像手中沙，捏得越紧，失去越多。缓缓放松，手心里剩下的才有可能被称之为幸福。